悠悠，不难过，爸爸会魔法，可以让它完好如初。真的？嗯。妈妈，快看，爸爸帮我修好了，是不是和新的一样？看来爸爸的手艺还差点火候。你看，这个裂缝还这么明显。就因为有这条裂缝，它才是这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八音盒，它是独属于我的。我记得这个八音盒是送给你作为陪葬的，没想到5年之后你没死，它也还在。这是你修好的吧？不过有些东西啊，破裂了就是破裂了，即便修好，也不过是自欺欺人而已。明明复明了还要装瞎，所以到底是谁在自欺欺人？不装瞎，怎么能够欣赏到你精彩的表演呢？游游，明知道我的身份，还让我登堂入室；明知道我和高珊珊联手，还顺水推舟。我怎么觉得在表演的人好像是你呢？那你觉得我知道这一切之后，为什么要救你呢？很简单，如果我死在那儿，警方调查起来，你也脱不了干系，这是第一个原因。继续。第二个，或许对你而言，我还有利用价值。我总有一种感觉，你的目标远远不是拿下星耀继承人这么简单。所以，我的能力让你觉得暴露给安国轩有些可惜，你舍不得让我死。你作为安国轩的私生子，本就对他心有怨言，你更没有想到，他竟然这么狠。你明明是为他挡毒而下，他却弃你如敝履，转而就扶持高珊珊了。我猜，你想要的不仅仅是星耀，还有让安国轩体会失去一切的绝望。猜的是不错，只可惜啊，你的破绽太多了。像安国轩那样的老狐狸，只需要轻轻嗅一下味道，就能摸清你的底细。小时候，我以为东西破碎了就可以修补，长大后，我才明白，即便修好了，裂缝也不会消失。所以，现在的我，有破绽，毁了便是。这样，破绽就永远都不存在了。你猜的没有错，你对我的确还有用，只不过你也只能为我所用。只要你能全心全意地做我的棋子，我保证，
我能让你得偿所愿。哎呀，今天有口福啊！珊珊亲自下厨，让我尝尝。还真得到你爸真传了啊！说说吧，费那么大心思，做了一桌子菜，有什么好事要宣布？其实今天做了这一桌家宴，是为了庆祝齐小姐劫后余生。说来听听。福总这个衣冠禽兽，看起来是提携后辈，实则是觊觎齐小姐的美貌，所以带她去海滨餐厅。幸好大哥单枪匹马救了齐小姐，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啊！大哥真厉害，眼睛看不见了还能做这么多事。我特别想知道，大哥是怎么从一众保镖中把福总抓出来的？你俩是派人潜伏在现场了吗？怎么说的，跟你们亲眼瞧见似的。你的眼睛好了。好了。什么时候好的？去海州之前。好。大哥，既然你早就复明了，回来还继续装瞎，难不成你是想时时刻刻提醒爸，你为他挡毒，好利用爸的愧疚之心，顺利成为星耀的接班人？所以这有什么问题吗？这当然有问题啊！这是欺骗，爸，我记得你说过，你最讨厌欺骗你的人，对吧？爸一向一言九鼎，所以祁东根本没有资格继承星耀。安叔叔，您在黑暗中生活过吗？您知道，被困在无尽的黑暗中，看不到明天的太阳，是怎样的绝望吗？这样的生活，祁东他过了整整5年，5年，足以改变一个人的人生。失明让他失去了继承权，他只是想让安叔叔念及他的牺牲，重新回到星耀，为集团出一份力罢了。并且符号入狱，是祁东举报的。我还以为大哥有什么高招，原来是贿赂符号不成，恼羞成怒，去举报他了。不，贿赂符号的另有其人。祁东让我接近他，也是为了探查线索和证据。因为祁东明白，符号恨星耀入骨，只要他在位一天，无论是星空还是星耀，都无法拿下会展中心项目。不只是会展中心，还有茂港3期、金屿湾，只要是他手里的项目，一个都不会给星耀的。我从来不会原谅欺骗我的人，但是今天我原谅你，因为你做的这个事情，我很满意。爸，你应该好好想想，为什么你解决不了符号？安叔，是我的问题。我要的不是承认无能的态度，而是解决问题的能力。作为未来带领星耀更上一层楼的接班人，
遇到符号这样的绊脚石，必须清楚。安叔叔，您刚才的一番话让我觉得，您更不应该责备祁东，而是应该嘉奖他。祁东，功过相抵，倒是应该奖赏你呀，祁东。你找了一个很好的贤内助。打开看看。这个图纸是10几年前的，但设计理念十分的超前。齐兰，不愧是当年建筑界的第一女设计师。这个水准放在现在，也是顶尖的水平。没错，如果不是当年的那场意外，齐兰现在应该早已拿遍国内外的建筑设计奖了。哦，你知道的？当然，我做会展中心的时候，把星耀过往的项目资料都翻看了一遍，包括宁海广场，设计得非常好。这个图纸我一直收藏着，今天把它送给你。因为我在你身上看到了和齐兰当年一样的锐气。光有锐气有什么用？建筑终究不是纸上谈兵，再好的设计，不能呈现出来，终归不过废纸一张。不，这张图纸将会成为宁海市的地标性建筑。我打算重新启动宁海广场项目，你们两个，谁拿下会展中心，谁就作为继承人，负责宁海项目的重建。妈妈，我作业都做完了。小滑头，你是想让妈妈陪你出去玩吧？爸爸说宁海广场是妈妈的心血，妈妈放心，我不会打扰你的。这个确实是妈妈的心血，但你才是妈妈的心肝宝贝。你来做什么？刚才的表现很好。安国轩用手稿来试探我，说明他已经怀疑我的身份了。之后的行动要更加小心。不只是安国轩，高珊珊今天大摆鸿门宴，应该是提前知道我复明了。你说，她是怎么知道的呢？有时候，最了解你的不一定是队友，还有可能是你的对手。你呢？是敌，是友？我是你的一把刀。都说利器在手，不可假人。你确实是把好刀，要好好的掌握在手心之中。只不过，你的刀尖究竟像谁啊？怎么？你怕了？我提醒你，不要让自己的苦心经营付之东流，否则我不介意现在就去告诉安国轩你的真实身份。你舍不得？
从明天开始，搬到我的别墅来，一刻也别离开我的视线。齐小姐，行李这种事儿，我来就行了。你做什么？齐小姐，您见谅啊。东哥有要求，说在会展中心前的这半个月，不允许齐小姐使用任何电子产品。齐小姐，手机，你放心，东哥吩咐过了，不允许任何人随便翻看齐小姐的私人物品。我住哪儿？齐小姐，您住的是2楼的套房，已经收拾好了。这位呢，是梅姐，另外，东哥在等你。既然这么喜欢黑暗，又何必花那功夫去治眼睛？那样的话，岂不是就看不到你现在的表情了？多可惜啊！行了，说正事。你凭什么让不凡没收我的东西？可能是因为我长时间生存于黑暗，所以我特别理解人为什么会有阴暗面。这种阴暗就像黑洞一样，会迫使人的欲望无限趋近。所以为了避免被阴暗吞噬，我只好未雨绸缪。毕竟你前科累累。这么信不过我，又何必和我合作呢？信任啊，是需要时间和过程的。既然我让你留在我的身边，这就说明我有信心，能让你心甘情愿地为我所用。友情提示一下，竞标只剩下半个月了。手机没收我可以理解，但电脑没了，你让我怎么干活？目前你什么都不需要干，只需要老老实实的做我的未婚妻就行。那设计方案和标书谁来做？当然是我。哼，行啊，你这么能干，你就一个人都干了呗，我也乐得自在，就当在豪宅度假了。吃穿用度，你有什么需要，就找不凡和梅姐，他们会满足你。放心，我没打算给你省钱。
帮你捏捏肩吧。小破，小破，悠悠姐在呢。情况如何？还有3天就要竞标了。晚饭的时候，我探了祁东的口风，标书应该是快做完了。稍等，我看看啊。出来了，标书出来了。梅姐早早睡觉了，不凡这会儿在梦里打游戏呢，不足为惧。那你一定要看清楚密码。祁东这家伙有强迫症，晚上12点必须要洗澡。还有半个小时，我一会儿就下手。嗯。神经病，洗澡都不开灯。小破，密码0721。我说数据你来记。来不及了，悠悠姐。浴室的灯开了。这家伙今天怎么洗这么快？没关系，他也得吹头。按照之前的规律，他吹头发只要2分钟。标书里有几百个数据，来得及吗，悠悠姐？没问题，我只要记关键几10个数据就行了。悠悠姐，他从浴室出来了，赶紧躲起来啊！知道了，别影响我记数据。悠悠姐，悠悠姐，赶紧躲起来！喂，喂，悠悠姐，悠悠姐。你在我的书房里做什么？作为你的未婚妻，星耀未来的女主人，难道我就不能关心一下你的工作进度？标书已经完成了，你大可以放心。现在，出去。该死，还差一点。看你这样子，稳操胜券了吧？那就恭喜你了。夜已今日12天，
终于把标书给做完了。是吗？既然是恭喜，礼物呢？我就是啊。我这个礼物，齐总可还满意？不好意思，我是肉食动物，你太素了，早点睡吧。行吧，慰问结束。忘了告诉你，荤腥吃多了，容易消化不良。晚安。小破。